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、钟汉良即将上映的演出能否随时传达？游戏派对送了一个场合横幅，看到了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。袁冰妍的流行度、恶名和公众形象在她的组织避税和避税的情况下大大降低。这个阶段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：不好的解释是，不管多长时间与收费问题有关，在一般情况下，表演的表现都会受到影响。比如某库、某伦、某伟都是常规模特。好在袁冰妍比较幸运，不是避税的对象，完成了被媒体限制。尽管如此，影响也普遍是巨大的。目前，他被媒体视为可疑的工匠。同谋和节目方都没有考虑帮助他，支持也同样失去了。不得不说，袁冰妍承认了自己的不幸，但他却在处理指控的问题。截至目前，袁冰妍的即将上映的节目有《在玉花开》《洛城清欢》等，无论这些节目的后果如何，都很难说清楚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该节目一方并不愿意有效的投降。总而言之，他们已经贡献了大量的真金白银。再说一遍，袁冰妍同样希望通过影视尝试来洗刷费用问题的影响，从而做出重大转变。其中一个待传播的节目在中秋庆典活动上兴起，悄然开始了一场曝光的热潮。袁冰妍、钟汉良即将上演的《魅力与清欢》送上场合标语。中秋节是广大剧团推新剧的好机会，袁冰妍、钟汉良主演的《魅力都市》、《清欢》也紧随其后的是热身赛。这是袁冰妍事件发生后最难忘的一次曝光，一张非常制作的横幅送来了。传说中的英勇女子钟汉良与袁冰妍相依为命，一起看向了头顶的月亮。这场秀派对的兴起，承载了对这档节目的渴望。不管袁冰妍现阶段是不是因为受过往场合的影响而变得如此放松，有趣的是，这个节目无论如何都能典型的交流。真的有这样的机会。与袁冰妍不同的剧作对比，没有预热曝光，只是这个节目排放曝光消息，这肯定是一个期待。由于这是一种性格，表明该节目并未放弃该节目，并且仍在考虑将其发送给敞开的大门。同时，本次热身曝光也是对节目水域的一次试水。利用泡沫的空气，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对这个节目的反应和袁冰妍的反应。在没有这种喧嚣的黑名单的情况下，平静的传输可以正常设置。随后，号召一清欢无疑将成为吃螃蟹的主力群体，也是对袁冰妍的一种帮助，也是对剧集的一种帮助。这是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的阻碍，不能这样被覆盖。当这部剧真正传播开来，对袁冰妍的影响是两方面的，两者都是正面的。主要观点是，这部剧的顺利送出，暗示着袁冰妍的紧急联络，可以整理出不同的剧集，稍后再交流。那么，作为艺人，袁冰妍的演艺事业就会直接回归平凡。她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不活跃和放松。没有一个团队想片刻的欢迎，没有一个帮凶想片刻的安排，没有一个品牌考虑协调。这对30多岁的她来说更有价值。如果她继续推迟，她将真正拥有一个烧烤。艺人的辉煌时期现在很短暂。后面的角度是，袁冰妍同样可以依靠影视尝试扭转此前的不利影响。袁冰妍的整体表现力非常棒，这应该从穿搭秀上就可以看出来，比如琉璃希望一切都好起来。那么，事情发生后，人们看到呼吁与清欢的装扮秀，一般都会被袁冰妍的斩拦所感动，并利用作品来收拾不良后果。这种技术更可靠。赵丽颖当年被黑得那么厉害，直到花千骨出现，同时被有效收拾，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极品艺人，公众地位高。所以这个绝技同样可以用在袁冰妍身上，就看号召清欢这群人是否有毅力和心态。
既然青城组已经进行了预热宣传，说明展厅内可能还有休息的空间，这也是帮助袁冰妍的个人的心愿。02沉香如屑编剧发文，感谢杨紫诚意的表演，网友评论笑我。剧目开播后，每年的仙侠大制作沉香如屑，真正的告别了大家这份由环瑞倾尽全力打造的东方唯美爱情。在被无限肯定、口碑断崖式下跌之后，舆论一直被扰乱，大幕也随之落下帷幕。事实上，无论分数如何，这部剧都是绝对成功的。毕竟，这是一部通过央视授权的成功剧。男主程毅是整个暑假期间被邀请密集采访的最有效率的人。参与到这样一个爆炸性版本的开头，对于组内的主要创作者来说是很棒的简历。不过在轮到编剧的同时，网友们的反响也很尖锐。该剧的典型剧本一流，不足为奇，没有达到超强的境界。编剧发了一封信，感谢他的表演。在未能跳过分数之后，许多戏剧爱好者都去达到它，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。尽管如此，曲目并没有通过6分损坏，这在迂回的方式表明曲目的头等舱是有问题的。就算是精准的点数，再加上对称的审美，再加上唐周玄烨的造型，也算是相当巧妙了。但从大体因素来看，天地人间局部分割，收尾有些仓促，与主线无关的辅助角色太多。59集的篇幅还不足以画出最后一个反派极斗星君，但装置男影灯却是受损，深入人心。对此，故事的作者张元展也承认，系统变得辗转反侧。从接触任务到剧本的至高无上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，而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为了收尾，我想为至高无上的爱情牺牲。不过想到燕丹应援的存在肯定是太苦了，他还是给了韩离完整的绽放。最后，非常感谢2位主要演员的表演，他们赋予了角色新的存在。短文态度诚恳，但网友的反馈都是人才。短语和句子的偏好并不总是很深，经典的香蜜有明显的好处和危险。如果4年后是这样，那么引渡值也更高。当涉及到抱怨时，现代网民总是非常精确。回过头来看整部剧，编剧写的最烂的可能就是台词了。为二神而写的鬼神论纯属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融入经典的香蜜。短语 LOP 一次使用3个实例，与公司前期项目相比，空间明显有好处，但危险更加明显。只有看剧的爱好者才能无形中为编剧代言。03网传青春游记改版，贾玲退出春游自己的亲戚圈，吴磊赵露思将出镜。随着尖端人类的不断壮大，范围建议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。为了满足人类多样化的需求，范围建议的种类也变得多样化。虽然现在的范围建议很多，但人类喜欢看的只有一些青春游记就是其中之一。由于显示器内部有喜剧演员贾玲和杨迪，所以完整显示器的生态系统可能会非常开朗，让网友们看了后感到非常高兴。近日，吴彤在举办浙江卫视秋季招商会的同时，也发现了一些申请方案。此后，网上传出青春游记将发生变化。之前的青春游记基本上都是以电子游戏或完成任务为主，而这次吴彤表示可能会开启推理季。虽然现在网友们并没有对显示器的具体内容做出解释，但我们可以打赌，它几乎就像一个侦探，主要是基于符合字面意思。在这个展示的季节，我相信可能会测试额外的人类精神力量。虽然这个系统布局已经修改，但是大致假设是令人兴奋的，并且非常值得一试。最不好的是，春有自己的亲人圈子还经过了一次主要的引渡。在这一季的展示中，朗朗又回到了春有自己的亲戚圈。此外，范丞丞和杨迪仍将作为常驻参观者提交展览。遗憾的是，贾玲退出了春有自己的亲戚圈。要知道，贾玲在这个展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
提供了一些突如其来的亮点。不少网友纷纷跑到嘉玲身边看展示。不过现在贾玲已经退出了春游自己的亲人圈子，可看的就少了很多。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贾玲的退出而影响到显示的分数。但吴磊、迪丽热巴、孙红雷加入了春游自己的亲人圈子，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非凡的惊喜。尤其是孙红雷，他在参加极限挑战的时候打出的牌没有符合套路，成为了展示中的主要结界。因为当时我们已经修改了我们的看法。孙红雷，我希望这一次孙红雷也能一如既往地带给我们快乐。除了公布春游自己的亲友圈外，此次点击大会还与我们分享了众多的飞行游客被邀请。在这个榜单中，我们注意到了赵露思的名字，吴磊和赵露思也可以混在显示器里面。看来吴彤已经抓住了网友们的心。璀璨星辰的播出让所有网友都从错位明星中走出来，让网友们现在最有效的不是拍戏里面的 CP， 而是拍吴磊和赵露思的 CP， 还有他们的 CP。混合物还可以向显示器提供范围很大的热量。少年游记虽然修改了很多，但现在这不是引渡了吗？我相信这种改变一定是有原因的，让我们坐等显示器的打印。关于显示器内的这种变化，你有什么要提到的吗？